又到了一年一度公开处刑 Norman 的时刻了。Are you ready？ 2023年 Norman 对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做了一系列的预测，不知道这里面对了多少呢？脸会不会被打肿呢？真正的勇士要直面自己的过往。那么接下来2期视频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2023年 Norman 对房地产市场和经济环境的预测，以及展望一下2024年市场会有哪一些变化。安排。大家好，我是 Norman。年度惯例，我会在每年年初做一个视频，预测一下接下来一年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如何。一年过去了，2023年初我做的预测对了多少呢？今天就来大家回顾一下我的预测和不平凡的2023年。原创内容制作不易，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个免费的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谢谢。那么2023年究竟 Norman 做了哪些预测？第一条预测，俄乌战争会在2023年结束。这条预测呢，肯定是打脸了，而且打得比较严重。巴以冲突等于变相帮了俄罗斯一把，美国的援助从乌克兰抽走了99%，基本上都给到了以色列，有一种干儿子跟亲儿子争宠失败的感觉。不过，因为俄乌战争对世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是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无论是能源价格还是粮食价格，基本上都跌回到了2022年2月24日俄乌全面战争之前的水平。目前看来，乌克兰似乎后继无力，打不动了。具体要怎么结束，需要俄罗斯和美国的政治家的智慧给卡车司机指一条明路了。愿世界和平，没有战争。第二条预测，中国全面放开。这条预测对了，2023年之后，中国确实全面放开了。这个放开速度之快，是加拿大这样的懒散发达国家永远无法望其项背的。加拿大的很多医院到现在依然坚持疫情以来的戴口罩政策，进医院大门就要求每个来看病的患者戴口罩。中国的全面放开给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生产力供给，很多短缺的材料不再那么短缺了，IKEA 也不再断货了。这对降低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率都是有非常巨大的帮助。房地产开发行业在人力成本依然在上涨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建筑材料价格有所下降，以及整体的建筑成本并没有进一步暴涨。不过很遗憾的是，中国放开之后，2023年的经济环境并不像疫情前那么稳健，经济上也有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增长乏力。随着2022年开始，中国首次人口出现了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房子不再好卖了。整个房地产行业内呢，也有恒大许老板这样的暴雷的情况发生。房地产行业对于中国的 GDP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能常年 GDP 增长在6%以上，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房地产行业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经济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占到了世界总经济增长的1/3。从经济上讲，即使是现在中美关系目前并不那么美好，美国也绝对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垮掉。未来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科技产业能不能承接房地产行业溢出的就业和 GDP 增长潜力，就又到了考验执政者智慧的时刻了。第三条预测，通货膨胀率会进一步下降。第4条预测，利率见顶。这2条呢也算是猜对了。通货膨胀率方面，2022年7月，我在小红书上连续写了2篇文章，精准预测了那个时间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见顶。这边呢是我2023年初预测视频放的图。通货膨胀率从2022年7月的顶点开始一路下降，到2023年末，加拿大通货膨胀率已经进一步下降到了3%附近。央行的基准利率在2023年中涨到了5%，维持至今。加拿大贷款利率直接相关的 Prime Rate 也上涨到2023年中的7.2%，并保持至今。我个人觉得，这个通货膨胀率已经是比较健康的了，虽然没有立刻回到2%，继续保持高利率，以伤害经济环境为代价，进一步立刻降低通货膨胀率，已经意思不大了。接下来的几条呢，是直接跟房地产相关的预测。预测5，住房政策会让2023年房屋供给捉襟见肘。这条预测应该也算是对了的。大多伦多地区常年每年人口增长超过10万人。2023年大多伦多地区的人口增长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不过相信也不会减少多少。2023年大多伦多地区房屋完工数量，前11个月完工是41208套房，全年呢估计能完成44000套左右。这个数据是大多伦多地区长年以来少有的没给这个地区房屋供给严重拖后腿的年份。
但是安省呢，远远没有完成10年建房150万套的任务，也就是1年建15万套房。全安省前11个月只建了72570套房，估计加上12月也就78000套房左右了，50%完成了任务啊！除了安省没完成任务，更可怕的是2023年的新房销售简直就是一坨屎，各个开发商纷纷裁撤新的项，开盘的呢也不太能卖得动，销量跟前几年比也是一直在打骨折。要知道2023年完工的数字好看，是2018年卖的楼花像One Young、Sugar Wolf 这样的盘交接了体现出来。2023年安省和多伦多只卖了这么点楼花和房花，相信27到28年2年完工数量会更加捉襟见肘，会在44000套和78000套的基础上继续打折。安省和多伦多房屋的供给在未来是非常堪忧的，期待奇迹发生了。预测6 2023年房价会下跌，这条基本对了，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程度上稍有差距。我猜测2023年全年房价会下跌，同时2023年年末的价格会高于2022年年末的价格，这2件事情呢都发生了，不过数额上是有一些差距的。我还是比较保守，我猜测价格会跌到110万以下，实际上只跌到了均价112.7万，跌了差不多 5.4%。2023年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加拿大央行的渣男行为，说好了加息一步到位，中间非要停一下。2023年年初，加拿大央行号称不再加息了，房市就开始反弹了一点，之后呢又开始加息了啊，房价又掉下来。这个利息的变动呢，使得2023年初比较多的房屋价格交易在了相对的高点，拉升了整体2023年房屋的平均价格。我在23年的视频中讲到了22年和23年年初2波房屋价格过山车的走势。那么2024年的利率市场走势会如何呢？下期预测视频来告诉大家。预测期2023年将会是经济适用房之年，我觉得这个预测也是对了的，不过比较难从大数据上统计出来。有才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数据，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我。我上面提到的经济适用房就是核心价值和土地价值比较高的房子，我相信这样的房子2023年的表现会更好。2023年我自己买的物业也给大家分享了，如果还没看的朋友呢，欢迎回看一下上一期视频 Vlog 109。我觉得自己做的3笔房地产投资本质上都算得上是在买经济适用。Downtown的 condo 尺阴价很低，不在最核心的区域。Multi-family 属于比较旧比较破的房子，也有差不多100年房龄。最后一个准备拿来做1翻4的房子，破的不要不要的，属于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的，除了地皮应该也没啥价值。当然除了我自己用脚投票坚定的实践自己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2023年我也有帮助很多客户购买经济适用房来投资和自住，从购买的整体体验和买到的房子质量上讲都是很不错的一年。回顾2023年预测，可能除了俄乌战争的预测，其他的预测都还算是靠谱。事实证明，经济环境、投资选择和房地产市场是我的专长，政治军事只是爱好，拿爱好挑战真正专家的饭碗还是不容易的。那么2024年我对市场有哪些新的看法和预测呢？大家又应该做点什么呢？别着急，下期视频来跟大家分享，敬请期待，不要走开。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